家道中落，父母双亡，亲戚罢产。请看邦子玉第一阶溜子丁长生如何凭借一次社死的偷窥，开启他的逆袭人生。邦子玉的灯光渐次熄灭，夜色像进了墨的棉絮压下来。17岁的丁长生缩在卧虎山的树洞里，浑身发紧。他今晚干了件能让村长扒掉他一层皮的事。1年前山洪卷走父母，亲戚们瓜分家产，把本该读高中的丁长生逼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。眼看明天要断粮，他叼着竹牙签在村里瞎逛，琢磨着偷点东西填肚子，转遍全村没收获，直到走到村长家门前，暗沟里的流水声让他停了脚。他凑到围墙边，丁长生听见女人哼歌，心里一喜，是村长媳妇甄美丽在洗澡。他趴在窗户，偷偷地往里面看去。甄美丽虽30多岁，生了2娃，可仗着村长丈夫不用下地，身材窈窕，皮肤雪白，嘿嘿。突然一声尖叫声刺破夜空，丁长生吓得撒腿就跑。听着村里传来的吆喝声，他哪敢回家，撒腿就往卧虎山跑。躲进了草丛里，迷迷糊糊间，一束汽车灯光突然扫过树洞，丁长生瞬间清醒。不就看了眼洗澡吗？还开车追进山。他骂着要往山上躲，可汽车竟停在了不远处，却没人下车。等眼睛适应了黑暗，见没动静，他又缩回树洞。车灯灭了，车内的灯却亮起来，在山里忽明忽暗，像鬼火。丁长生正犯嘀咕，车里传来男人的坏笑：“老霍出差了，带你出来散心不好吗？”天太黑，咱回去吧。丁长生屏住呼吸，攥紧拳头。这深更半夜，谁会来荒山野岭？他刚想再听清楚，车内声音突然压低，他心里又慌又好奇。离车子还有7、8米远时，丁长生停住脚，躲在一丛灌木后。他看见田鄂如的头发散在椅背上，寇大鹏的胳膊圈着他的腰，车身还在一下一下晃。爹，别这么急。汽车里的人似乎也听到了动静，车内的灯啪的灭了。丁长生僵在原地，前有村长追捕，后有神秘汽车，他这一晚怕是躲不过去了。反正村长还在山下搜我，不如趁夜黑风高干票大的，明天的饭钱不就有着落了？他偷摸往汽车摸去，躲在路边树丛里偷看。昏暗的车内灯光下，后座2人抱在一起的画面让他瞪大了眼。有钱人真会玩，家里待够了还来野地折腾。丁长生正看得起劲，突然见那男人一头栽在女人身上没了动静。突然车内抖动了起来，传出阵阵的呼救声。丁长生犹豫了半天，才意识到真出事了。他上前准备看看什么情况，车里的女人突然下来，撞了个正面。丁长生看清了女人的脸，居然是东华公司的业务员。去年我去办业务时就是他接待的。看什么看，快帮我出去！女人见他直勾勾盯着自己，又羞又怒。丁长生赶紧动手，折腾半天总算把男人从车上拉了下来。瞅着对方臃肿的身材，心里嘀咕：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怎么找了个这模样的？女人吓得往后退了一步。丁长生伸手探了探对方鼻子，死不了，还喘气呢。寇大鹏，我就说不让整，你个废物，非要弄我！丁长生心里咯噔一下，灵山厂的厂长不就叫寇大鹏吗？那可是镇里说1不2的大人物，我居然撞破了厂长的好事，那我不完蛋了？丁长生赶紧悄悄往后退。你跑什么？过来帮忙！丁长生想了一下，走到女人身边。2人车窗关太严，空气不流通，寇大鹏运动量大导致缺氧昏迷，再晚一步你俩都得窒息。没一会儿，寇大鹏突然站了起来，看到丁长生时满眼震惊。丁长生满脸汗珠：姐姐，寇厂长醒了，那我先回去了，就不打扰你们好事了。可寇大鹏哪能让他走？年轻人，别急着走，坐下来聊聊。我完蛋了，我看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，知道太多秘密要被灭口。他蹲在原地，眼睛死死盯着2人，手脚都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。可他不知道，寇大鹏接下来的话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，而山下村长的追捕也正慢慢向山上逼近。寇大鹏眼神里的杀机浓得化不开，连旁边的田鄂如都看浑身发抖。你哪个村的？大半夜跑山上来干嘛？他怀疑丁长生是来跟踪自己。邦子玉的，跟村长丁大奎闹了点事，他要打死我，我只能躲山上。你惹他啥了？寇大鹏追问。丁长生低下了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嘿嘿，看他媳妇洗澡被发现了。寇大鹏愣了愣，突然哈哈大笑：行啊，小伙子，够胆！他话锋一转：咱做笔交易，今晚的事你烂在肚子里，我给你钱，你开个数。我不要钱，也不会说出去。必须要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寇大鹏表情保持严厉，不可退让。那我换个要求，我想进灵山厂安保队，跟这位姐姐一样。灵山厂待遇好，安保队权力大，村里人挤破头都想进。田鄂如慢慢走过来，小声说道：让他先当临时工，把人攥在身边才放心，给钱反而容易被缠上。寇大鹏低头思考：你多大？今年刚满18岁。行，明天来厂里找我。得到答复，丁长生小跑着离开，心里美滋滋的盘算：以后我也是灵山厂的人了。操你妈，丁大奎，你再敢嚣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第2天一早，丁长生面带微笑直奔灵山厂，站在山头上，他对着邦子玉哪做人上人的生活？操你妈，丁大奎，等着瞧！办公室里，寇大鹏看到丁长生进来，故意装糊涂：你是哪位？丁长生心里暗骂，却笑着脸说：寇叔叔，我是丁长生。寇大鹏一副臭脸警告：把嘴闭紧，敢胡说八道，小心你的狗命！丁长生嬉皮笑脸：您放心，我嘴最严，但要是别人从别的渠道知道，可别怪我。
办公室进来了一个穿安保制服的人。厂长，您找我？男人看到丁长生，满脸诧异。丁长生，你怎么在这？寇大鹏心里一紧，你们认识？男人直言不讳。厂长，这小子是帮子玉的二流子，整天偷鸡摸狗，我们抓过他好几次了。丁长生的脸瞬间僵住，寇大鹏的脸色已然看到了极点。让一个有前科的二流子进安保，传出去像话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安保队长居然早就认识他，这临时工还能顺利的进入灵山厂吗？跟着霍吕茂回到安保支队，丁长生脸上挂着藏不住的兴奋。霍吕茂看了只觉得好笑。老实交代，你跟厂长啥关系？霍吕茂冷着脸问道。队长，厂长老婆是我表婶，我叫她表叔。刚才这不都说了吗？这话让霍吕茂也拿不准真假，只能警告以后老实点，别打着安保队旗号惹事，不然不管你是谁的亲戚，我都扒了你的皮。您放心，我以后就是您的兵，指哪打哪。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个背锅临时工，出了事就被开除的那种，反倒以为端上了铁饭碗。霍吕茂喊来队员张强，给新来的丁长生找身衣服，以后都是弟兄，多照顾着点。张强满脸坏笑的走来，丁二狗同志，跟我来。丁长生以前偷鸡摸狗总被抓，支队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丁二狗。他郁闷的纠正，我叫丁长生。丁长生定睛一看，竟是昨晚的田恶如。田恶如也认出了他。田恶如想到自己昨晚几乎被他看扁，脸刷得红了。嫂子好。嫂子。看着田恶如慢慢走远，丁长生盯着背影挪不动脚。张强连忙提醒，别瞎看，这是霍队长的老婆，她可是醋缸，以前有人敢凑上去，直接被开除了。丁长生惊得张大嘴，原来她是霍队长的老婆。霍吕茂作为安保队长，可是有合法持枪证的，这要是知道老婆和寇厂长的事，不得出人命。第一天上班，丁长生浑浑噩噩，满脑子都是昨晚的画面。下班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，你怎么不回家？丁长生结结巴巴道，嫂子，这里管饭。你紧张啥？我又吃不了你。可是霍队长呢？丁长生小声嘀咕，提他干嘛？没吃饭吧？跟我回家吃。田恶如语气客气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威胁。走着走着，田恶如突然开口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贱女人？丁长生吓得不敢应声，问你话呢，你快点说。丁长生一脸尴尬，没有，我想你肯定有苦衷，我年纪小，不懂这些。你不懂，可我看你昨晚眼睛瞪得溜圆，说你昨晚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丁长生魂都快吓飞了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什么都没看到。田恶如步步紧逼，眼神里满是探究，而远处霍吕茂家的灯光越来越近，屋里还传来切菜的声音。丁长生手心冒汗，他知道这个问题答不好，要么被田恶如灭口，要么被霍队长用枪指着脑袋，他该怎么圆这个谎？看着丁长生眼泪汪汪的模样，田恶如心里竟生出一丝不忍。他掏出纸巾递给了丁长生，我信你不会乱说话，只要你守口如瓶，以后我帮你转成正式工，这事就咱俩人知道。丁长生受宠若惊，连忙点头，我谁都不说。跟着田恶如回家吃饭，满桌好菜，可丁长生全程不敢吭声。霍吕茂打趣道，你小子在单位挺能吹，怎么这会儿害羞了？丁长生趁机卖惨，队长，你做的饭太香了，我爸妈走后就没吃过这么好的饭，多亏了寇厂长这个远房表叔，我才不至于饿肚子。霍吕茂和田恶如一脸心疼，以后没事就来家里吃，不过院子里的柴得劈了，水缸也得挑满，咱喝的可是对面山沟的山泉水。听到这话，田恶如却在心里叫苦，本想小恩小惠稳住他，没想到反倒把人招到家里来了。万一他和霍吕茂关系近，把那晚的事说漏嘴可就糟了。吃完饭，丁长生回厂里宿舍，对管吃管住的生活十分满意。另一边，家里的田恶如生起气来，你让他常来家里算怎么回事？你经常不在家，他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他就是个孩子，能干嘛？你不要疑神疑鬼的了。两人吵了几句，便就都不说话。过了一会，老婆，这2天是你受孕的关键日子，可不能浪费。他因公负伤摘掉一个肾后，夫妻生活便没了质量，一直盼着能怀上孩子。田恶如却毫无兴致，满脑子都是昨晚和寇大鹏的事。寇大鹏从来不顾及他，每次都得他回来吃避子药。晚上12点，屋内传来一声叹息。第二天，霍吕茂起床后出门一看，正拿着水桶准备去倒水。这小子还挺实在。田恶如也起了床，推开门正好撞见丁长生转身去挑水，朝阳洒在丁长生身上。田恶如看着看着，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，仿佛有感应一般。丁长生回头冲他笑了笑，就拿着桶出了家门。田恶如愣在原地，心跳莫名加速。这个知道他最大秘密的年轻人，浑身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，竟让他有些心神不宁。而他不知道，丁长生挑着水桶往山沟走时，心里在想，霍队长盼着怀孕，田恶如却在吃避子药，这事要是露馅，我家在中间，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可是让丁长生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山沟泉眼处，就撞见2个鬼鬼祟祟的人影，正是村里的二流子，似乎在密谋着什么，还提到了灵山厂偷东西的自由。丁长生正拿着桶挑水，
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充满阳光的气息和寇大鹏的肥膘、霍吕茂的清瘦比起来，堪称完美。田娥如站在门口，竟看得发了神。她并非需求旺盛，刚嫁给霍吕茂时，也曾有过蚀骨的亲密。可自从霍吕茂因公负伤摘掉一个肾后，那种感觉就彻底消失了。直到1年前，霍吕茂邀寇大鹏来家喝酒，中途因卢嘉玲打架事件外出处理，留下两人对饮。夜渐深，田娥如喝得脸颊泛红，寇大鹏没忍住将她拉上了床。起初他还在挣扎，可寇大鹏带来的极致体验是霍吕茂从未给过的。从那以后，他便彻底沦陷。你小子，我说句玩笑话，你还真当真了。霍吕茂站在门口看着，丁长生憨厚一笑：“队长给俺脸，俺就得兜着。”行，没想到你这身肌肉这么结实。霍吕茂越看越顺眼，以后别再偷鸡摸狗了，男人得有担当。这时田娥如端着早饭出来，丁长生站在门口不敢说话，这副怯生生的模样让霍吕茂想起了自己的弟弟，好感更甚。霍吕茂饭量小，10分钟就吃完了。二狗，今天跟我去卢嘉玲，厂区昨晚又丢了一头牛，你得帮我把贼抓出来。丁长生连忙辩解：“队长，这次真不是我干的。”哈哈，我知道，快点吃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丁长生心里门清，这里的人个个精明，他必须装成老实人才能稳住脚跟。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得牢牢抓住，慢慢往上爬。可他突然看见田娥如冷眼的目光，你以为巴结上霍吕茂就永远没事了？田娥如的声音带着寒意。丁长生一脸憨态：“田姐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别跟我装糊涂，你以为攀上霍吕茂这棵大树就安全了？我警告你，寇大鹏能让你来，也能让你立马滚蛋。田姐，我啥也没说。丁长生小声辩解：“最好闭紧你的嘴。”田娥如恶狠狠地威胁：“否则霍吕茂会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杀了，到时候我也救不了你。”丁长生突然吓得失了神，田娥如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暗自满意，这小子还能吓住，要是不怕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把碎片捡起来，收拾干净。他知道田娥如说的是实话，霍吕茂有持枪证，真要是知道了那档子事，杀他就跟捏死蚂蚁一样。霍吕茂的催促声就从门外传来：“二狗，好了没？该出发了。”丁长生硬着头皮应了一声，心里却乱成一团麻。跟着霍吕茂去卢家岭抓偷牛贼，本就是件危险事，可田娥如的威胁还在耳边回响。更让他不安的是，他总觉得田娥如看他的眼神不对劲，既有忌惮，又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。看着丁长生手忙脚乱的样子，田娥如心里一阵得意，果然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嫩芽子，3两句就吓住了。田姐，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，队长还等着去卢嘉玲呢。回来。田娥如语气不容置疑，丁长生心里憋屈，不就是知道了他和寇大鹏的事吗？交易都做了，还没完没了。可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可不敢丢。田姐，还有事。田娥如起身拿起一块白毛巾，走到他身边，看你一身汗，说着就伸手给他擦汗。丁长生浑身一僵，不合适，我自己来。可田娥如没松手，依旧擦拭起来，身高刚好到他下巴，他一低头就可能碰到他。丁长生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忙找借口：“田姐，我肚子疼。”丁长生连忙跑路，只留下田娥如愣在原地。办公室里，安保队教导员陈斌对霍吕茂说：“就是他，寇厂长塞进来的。”霍吕茂无奈点头：“缺人手先凑活用，总比让他在社会上瞎混成祸害强。看紧点，他以前名声太坏，别让他给安保队抹黑。放心，我亲自盯着。”随后，霍吕茂带着丁长生和张强直奔卢家里。这里是灵山厂的重要厂区，可治安差得离谱。昨晚厂里李老栓家的牛又被偷了。二狗，你分析分析，小偷把牛藏哪了？张强开车，霍吕茂坐在后座发问。丁长生忐忑道：“队长，我以前没偷过这么大的东西啊。”傻小子，让你用安保队员的身份分析。霍吕茂笑道：“厂子大，人手少，你得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”丁长生突然认真道：“我觉得牛被宰了。”霍吕茂和张强先是一愣，接着哈哈大笑：“谁信那么大一头牛能悄无声息被宰了？”可丁长生接着说：“卢家岭就一条进村路，四周都是陡坡，牛根本运不出去。村头每晚有打更的，要么是打更的偷的，要么是村里人偷了载成快运走。这村里肯定有内鬼。”这话一出，张强看了眼霍吕茂，发现队长脸色瞬间凝重起来。他没想到，这个以前只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，居然能分析得头头是道。很快到了进卢家里，村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几户人家冒着炊烟。打更的老汉坐在村头老槐树下，看到他们的来到，眼神明显闪烁了一下。霍吕茂和张强两人使了个眼色，分头打听，注意别打草惊蛇。丁长生刚下车，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一户院子里溜出来，竟是村里以前和他一起偷过东西的王二。王二也看到了他，脸色骤变，转身就往村里跑。丁长生心里咯噔一下，王二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偷牛的真和他有关？他刚想追上去，就被霍吕茂喊住：“二狗，别冲动。”可丁长生已经看清，王二跑进去的院子里，墙角堆着几块牛骨头。更让他心惊的是，他隐约看到院子里站着一个人，背影居然和寇大鹏有几分相似。丁长生瞬间僵在原地。偷牛的是王二，寇厂长怎么会掺和进来？这卢家岭的水远比他想象的更深。卢家岭乱得很，
几个家族各自为政，村级组织形同虚设，偷鸡摸狗的事从没断过。李老栓家的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丢的。队长，咱在村里瞎转悠也没用啊。这样，我们分开行动，挨家挨户走访，就算找不到牛，也得敲山震虎，让他们不敢再胡来。他心里藏着数，这事可不能让张强和丁长生知道。丁长生以前常来这儿踩点偷东西，对村里情况门清。如今换上安保队衣服，腰杆都硬了，走到一户人家门前直接砸门。开门检查。丁长生，你小子欠学啊！大白天想抢劫。陈彪子走了出来，看清丁长生的衣服后愣了愣。睁大你的眼看看，老子现在是灵山场安保队员，我怀疑你偷了李老栓家的牛，开门让我查查。你说偷就偷，拿证据来。前几天你偷我家鸡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证据，我师傅霍吕茂就在村里盯着偷牛贼呢，我叫他来跟你说。一听霍吕茂3个字，陈彪子脸色立马变了，连忙换了副殷勤嘴脸。兄弟误会，进屋喝水，随便掐。为了祝贺你上班，咱今晚喝几杯。丁长生心里冷笑，这前倨后恭的样子，肯定有鬼。进屋后，丁长生却吓了一跳，板凳上坐着个女人，皮肤雪白，身材丰腴，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女人。可他目光呆滞，像是傻了一样。这是陈彪子叹了口气，这是你嫂子，有神经病，老出去伤人。我没钱给她看病，只能锁起来。你坐着，我去倒水。说完就转身出去了。陈彪子出门的瞬间，那女人突然站了起来，死死盯着丁长生。丁长生赶紧凑过去，救我，不是神经病。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女人根本没病。陈彪子是在撒谎，可他为什么被铁链锁着？难道和偷牛的事有关，还是藏着更大的秘密？丁长生正琢磨着，门外陈彪子走到门口，还夹杂着压低的说话声。那女的没乱说话吧？另一个陌生的声音回应：放心，锁得结实，谅他也不敢。丁长生瞬间屏住呼吸，悄悄躲到门后。陈彪子居然还有同伙，这卢家岭的偷牛案，看来远比他分析的更复杂。而被锁的女人，恐怕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。可他现在孤身一人，要是被陈彪子和同伙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陈彪子家的女人嘴唇不停开合，丁长生瞪大眼，看清了那重复的口型：救我，我不是傻子。脚步声渐近，女人瞬间恢复呆滞模样。丁长生心里笃定，她绝不是神经病，这里藏着大秘密。兄弟，别见外啊，来喝水。陈彪子进来满脸堆笑，嫂子真是美人，彪哥好艳福。啥艳福？他有神经病，他出去伤人，只能锁着，日子难啊。那李老栓家的牛，你真不值钱。我这几天都在王老虎家打麻将，没赌钱，就是玩玩。你不信可以去问他。丁长生眼珠一转，故意透露：厂区代表选举要开始了，我师傅霍队长会定在卢家里，你们可得小心点。送丁长生出门时，陈彪子悄悄往他口袋里塞了东西，拐过胡同，丁长生掏出一看，竟是5张钞票。陈家破破烂烂，这钱来的蹊跷，他心里泛起嘀咕：要不要告诉霍吕茂？可田恶如的威胁还在耳边，跟霍吕茂走太近，寇大鹏和田恶如绝不会放过自己。1个小时后，3人在厂区办公室会合，没发现痕迹，时间太久了。霍吕茂看向丁长生：二狗，你呢？丁长生犹豫了一下，我也没发现啥。他的迟疑全被霍吕茂看在眼里。刚要上车，村里的厂区代表李建设匆匆走来：霍队长，吃了饭再走呗。还有事，丢牛的事我会再来。回到安保队，霍吕茂直接把丁长生叫进办公室：你小子今天吞吞吐吐的，肯定有发现。丁长生不再隐瞒：偷牛的事没线索，但我发现陈彪子家用铁链锁着个漂亮女人，他说救我，绝不是神经病。霍吕茂的笑容瞬间消失，他沉声道：这事到此为止，不准告诉任何人，不然会有大麻烦，明白吗？丁长生满心失望，只能点头答应。他想不通，霍队长为啥不肯救那个女人？可更让他疑惑的是，霍吕茂得知此事后的反应，不像是惊讶，反倒像是早就知情。夜里，丁长生想来想去，今天的一幕幕在他眼前浮现。突然，他想起白天陈彪子说的，王老虎那个和他一起打麻将的人，不正是灵山场附近有名的地痞吗？更让他心惊的是，他隐约想起上次在山沟泉眼处撞见的2人，其中一个就提到了王老虎和卖女人的字眼。难道陈彪子锁着的女人是被王老虎拐卖来的？而霍吕茂知道内情，却选择包庇。丁长生吓了一跳，后背直冒冷汗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卢家岭的水比偷牛案深多了。可他现在只是个临时工，手里没证据，还被寇大鹏和田恶如攥着秘密，这浑水他该趟吗？就在这时，宿舍门被轻轻敲响。丁长生，霍队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，有急事。丁长生心里一紧，这么晚了，霍吕茂找我干啥？难道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要对我动手？田恶如坐在椅子上，浑身疲惫不堪。更让他心烦的是，越是以推迟1周，向来准时的周期打乱，让他不由得慌了神。操，多半是上个月和寇大鹏在山里那次留下的隐患。他悄悄拨通电话，寇大鹏起初还嬉皮笑脸，听闻情况后也没了底气。真怀上就生，让老霍替我养着。他2月没碰我了，我怀孕他不得风。挂电话前，他还忧心丁长生总跟着霍吕茂，怕那晚的事泄露。
多给点恩惠，把他拉到你这边来。另一边，卢家岭的厂区代表选举闹得白热化，霍吕茂带着丁长生在村里守了3天3夜。二狗，今晚你在暗，我在明，把幕后主谋挖出来。丁长生只好重操旧业，夜里在村里胡同转悠，走到陈彪子家门口，发现大门从外面锁住。他想起那个被铁链拴着的女人，好奇心顿时被勾了起来。凭借以前偷东西的手艺，丁长生用区别针3下5除2撬开陈彪子家的门锁。屋里的女人听到动静，惊慌地坐起身，她白皙的肌肤格外显眼。你是谁？女人声音沙哑。我是上次来的安保队员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丁长生说明来意，女人一听，立马放下戒备，求求你救我，我家里有钱，你要多少都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被关在这？女人刚要开口，屋外突然传来脚步的声音，丁长生瞬间僵住。是陈彪子回来了。更让他心惊的是，门外传来的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，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低声说话。刀子，你确定那女人没乱害？丁长生听出那是王老虎的声音，他来不及多想，一把拉过女人躲了起来，两人紧贴着彼此。丁长生能清晰感受到女人急促的呼吸，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陈彪子和王老虎突然回来，难道是故意设下的圈套？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，值得两人如此严密看管？丁长生躲在床底，手心全是冷汗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场简单的对峙，还是更深的阴谋。只要能救我出去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杨凤七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着。丁长生连忙扶起她。你先冷静，我叫丁长生，是林山厂安保队员。杨凤七哽咽着说出真相。我是大4学生，1年前旅游掉队，被人贩子卖到这里。这孩子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一天也不想待了。他眼神绝望。我一定会救你，但你得先养好身体，我会再来找你。现在必须走了。他出来后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，而屋内的杨凤七眼神迷离，不知道这份希望能否成真。与此同时，寇大鹏对田恶如说：“要不把孩子做了？”田恶如眼神突然严肃起来：“你舍得？离婚娶你？不可能，我这厂长位置就没了。”田恶如怒吼：“不答应就滚！”寇大鹏自知理亏，小跑着离开了，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。田恶如独自徘徊，既想生下孩子，又怕东窗事发。几天后，霍吕茂和丁长生从卢家岭回来了。选举前的这段日子，村里倒异常安静。丁长生趁空又偷偷去了陈彪子家几次，每次都给杨凤七带去食物和希望。他的情绪渐渐稳定，开始配合计划。二狗，咱们替换着守卢家岭，我白天去，你晚上去，撑过这10几天选举就好。丁长生连忙答应。霍吕茂刚走，田恶如就冷冷开口：“丁长生，吃完别跑，我有话问你。”田恶如等了好一会，听见面包车开走的声音后，才眼神锐利地盯着丁长生：“你最近总往卢家岭跑，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”没什么，就是安队长要求守着呗。他生怕田恶如看出破绽，我救杨凤七的事，绝不能让他知道。可田恶如步步紧逼。我听说你和陈彪子走得挺近，他家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丁长生的心跳瞬间加速，他不知道田恶如是不是已经察觉了什么。田恶如突然追问，面包车疾驰而去，这2件事凑到一起，绝非巧合。他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卢家岭要出事，而杨凤七的安危可能已经暴露在危险之中。田恶如邪笑一声之后，便走进了卧室，突然喊道：“丁长生，快来，屋里有老鼠！”丁长生连忙走了进去，却没看到老鼠，身后却传来关门声。他回头一看，瞬间目瞪口呆，田恶如竟身无寸缕地站在面前。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帮帮我！田姐，别这样，队长会宰了我的。你不听话，我现在大喊，他回来照样杀你。田恶如的语气带着威胁。我真的不会把你和寇厂长的事说出去，放了我吧。别提他，你想不想？丁长生被他半推半拉拽到床边，等他仓皇穿上衣服逃离时，田恶如独自坐在床上，看着床单上的血迹，突然低声说：“他的孩子没了。”这天他没去上班，脸色苍白地坐着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墙壁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丁长生躲在安保队里，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，仿佛知道了一切。他想去找寇大鹏壮胆，可这事根本没法开口。纠结半天，他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厂长办公室。你来干什么？不好好上班？寇大鹏一见他，眼神警惕。没事，过来看看表叔您。表叔，你和田姐最近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我看她不太高兴。你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帮忙劝劝她。寇大鹏叹了口气。表叔，我是你侄子，也是个男人，你放心，我看到的、听到的全烂在肚子里，绝对不会说出去。他嘴上说的诚恳，心里却美滋滋的。现在我计算着寇大鹏和田恶如的秘密，又和田恶如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，以后在厂里谁还敢欺负我？你个小屁孩懂什么？滚回去上班，不然我让霍吕茂开了你！寇大鹏扬怒呵斥：“表叔，你可别不识好人心，你不说我就去问田姐。”回来，坐下喝杯茶，跟你说正事。丁长生故意装出警惕：“表叔，你可别想灭口，我进来时好多人看见了。”臭小子，想什么呢？寇大鹏叹了口气：“田恶如怀孕了，说是我的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”什么？丁长生大吃一惊，想起早上和田恶如的事，心里嘀咕：都这时候了还敢折腾，
这是压根不想要孩子啊！他故作凝重，这可麻烦了。田姐是想生下来。寇大鹏无奈点头。表叔，给我5000块，再帮我弄成正式队员，我帮你摆平这事。正式队员得东华公司批，我带你去县里跑跑还行，钱我给你。他心里清楚，田鄂如要是想留孩子，绝不会白天和自己发生关系。他和寇大鹏早就完了。这5000块，他是打算用来救杨凤七的。那个被铁链锁住的女人，哪怕她的承诺是空头支票，他也想冒险一试。你要钱我反倒放心了，之前你不要钱，我总觉得你憋着坏。表叔，今晚把你车借我用用，我回帮子玉看看。出来1个多月，怕丁大奎把我家拆了。你会开吗？不行，让司机送你。跟张强学过开面包，差不多。拿到钱和车钥匙，丁长生心里乐开了花。先去卢家岭接杨凤七，再连夜跑路，远离这堆烂摊子。可他刚走出厂办，就撞见了脸色苍白的田鄂如。你借寇大鹏的车干什么？回帮子玉看看家。田鄂如冷笑一声：“别骗我了，你最近总往卢家岭跑，是不是在打陈彪子家的主意？”丁长生心里咯噔一下，田鄂如怎么知道？难道他一直在盯着自己？田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按队长要求守着厂区。别装了，陈彪子家锁着的女人是你要救的人吧？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那女人的来头比你想象的大得多，救了她，你会惹上杀身之祸。丁长生瞬间僵在原地，后背直冒冷汗。田鄂如怎么会知道杨凤七？难道他和陈彪子、王老虎是一伙的？田鄂如说杨凤七来头不小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攥紧口袋里的5000块钱，心里泛起嘀咕：现在还就不救杨凤七？田鄂如的警告是真的吗？可车和钱都准备好了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，是霍吕茂发来的消息：二狗，速回卢家岭，陈彪子家出事了。丁长生心里一沉，难道杨凤七被发现了？他顾不上多想，拔腿就往停车场跑。身后的田鄂如看着他的背影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丁长生不知道，这一去卢家岭，等待他的不是救人成功的曙光，而是一个早已布好的陷阱，而他正一步步走进深渊。队长，今天想请假，我爸妈去世2周年，回去烧点纸。霍吕茂虽气他临时请假，还是批准了。赶紧回，我让王虎牙替你，这么大事也能忘。丁长生开的车子猛地窜出去，可没一会，丁长生就下了车。杨凤七的话是真的吗？会不会耍自己？可一想到他被铁链锁住的模样，他就铁了心要冒险。我不光是受不了漂亮女人被糟蹋，我更觉得这是安保队员该做的事，打击邪恶，帮弱者。深夜，丁长生摸到陈彪子家，见大门从外锁着。陈彪子果然又去打麻将了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内。是你吗？是我，赶紧穿衣服，今晚就走。杨凤七他颤抖着指了指柜子，衣服和身份证都在那儿。丁长生掏出曲别针，孩子真不带，这是我的耻辱，带回去我也是死。慢慢开了2小时，终于抵达邻省怀城市。他掏出5000块钱，能走多远走多远，重新生活，别再回来。杨凤七哭着要了他的电话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报答。他送他进火车站，看着他轻盈的背影，这一别，大概率不会再见了。丁长生开车回了邦子峪，可他刚把车停在村口老槐树下，就看到2个黑影从村长家院子里溜出来。丁长生心里一动，悄悄跟了上去。丁长生猛然一惊，竟然是丁大奎。寇厂长说了，只要把那女人找回来，好处少不了我们。放心，我已经让人盯着怀城市的火车站了，他跑不了。丁长生浑身一僵，他们找的是杨凤七，寇大鹏怎么会掺和进来？难道杨凤七的身份不简单？谁？丁大奎猛地回头，丁长生赶紧躲到树后，心跳快得要蹦出来。他没想到自己好心救人，居然牵扯出这么多事。寇大鹏为什么要找杨凤七？村长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更让他不安的是，杨凤七现在真的安全吗？他攥紧拳头，心里泛起嘀咕：要不要去提醒杨凤七？可这样一来，自己的营救行为就会暴露。可要是不管，杨凤七大概率会被抓回去。就在他犹豫不决时，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，是丁大奎他们的车要开。第2天，霍吕茂刚上班，值班的王虎牙就急匆匆跑进去。老大，出大事了！慌什么？慢慢说，跟你说过多少次改脾气。卢家岭出事了，陈彪子的媳妇被人偷走了，孩子倒没被带走。他那个傻媳妇！霍吕茂停顿了一下，丁长生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正在后院跟张强练散打呢。霍吕茂心里笃定这是和丁长生脱不了干系。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，把丁长生给我叫来。队长，你找我？家里都好，挺好，给爸妈磕个头，上香，让他们放心我现在的日子。丁长生老实回答。跟我去卢家岭，出大事，一个大活人被弄走了。丁长生故作惊讶，绑架，这不该我们管啊！先去看看，绑架可是重罪，没人能遮掩。霍吕茂边说边紧盯着他的脸色。车上，霍吕茂突然问：二狗，我平时待你怎么样？如再生父母。那你说实话，陈彪子媳妇被弄走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队长，我怎么敢不听你的话？以前偷鸡摸狗的事早就改了，不信你调查。他一脸坦荡，看不出丝毫破绽。这是得给东华公司汇报，一个大活人丢了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丁长生心里直打鼓，完蛋了，
昨晚的营救留下不少破绽，要是公司派安保老手来查，一准暴露。后背上瞬间冒起了火。到了卢家里，一进陈彪子家，他就扑通跪下。你可要给我做主，孩子还小，以后日子怎么过？霍吕茂皱眉把他拉进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老陈家的人都在外面，今天不把媳妇找回来，就拆了老李家。丁长生站在一旁，一边担心梁凤七的安危，一边留意着霍吕茂的眼神，那眼神里还带着埋怨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传来汽车刹车声，寇大鹏带走了镜头，随即对霍吕茂说：“这是影响太坏，我亲自来看看。”丁长生心里咯噔一下，寇大鹏怎么来了？他和陈彪子之间是不是有猫腻？寇大鹏看我的眼神，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什么？这场看似简单的掳人案，似乎牵扯出越来越多的人，而他自己正一步步陷入危险的漩涡。